去年秋天的时候，我采收过花椒，给花椒树也同时做了修剪，但是当时做的是比较保守，修剪量不是很够。后来听了朋友们的建议，我决定今年春天的时候再给它进行一次2次的修剪。看我身后就是那棵花椒树，最近天气特别好，连续的晴天，气温也不是特别的低，正是适合修剪的时候。咱们绕着这棵花椒树看上一圈，这个时候树木都是光秃秃的，这个时候也更容易看出哪些枝干需要保留，哪些枝干之间是重叠的，需要去掉的。花椒树呢，它是新枝结果的，所以要想有更高的产量，确实是可以尽量多去掉一些老枝，尤其是去年结过果的那些，又不想把它培养成主干枝的话，那就可以大胆的给它去掉。关于树形呢，其实修好一个树形就行了，到底是自然开心型还是主干型，我其实觉得是无所谓的，可能留成自然开心型，修剪和管理起来会更容易一些吧。看我这棵树的树形，最后发展的趋势应该大概就是自然开心型了。我也可以朝着这个方向给它修剪。现在大概看一下这棵树的树形，还有它的生长态势。主干上边主要是有4条主要的分支的，这4条是比较粗壮，我可以按照这4条主要分支来进行修剪，保留它们，把其余的尽可能的去掉。看这个方向，像这些枝子全都可以给它剪掉，还有像这个向内侧生长的也可以剪掉。我们留的是这一条干，还有那边的那一条，然后就是这边其他像这些小枝，等会儿也都给它剪掉。然后再转一个方向看过来，像这些呢，它都不是2级的主干，这都是3级的了，等会儿也可以留一些。另外2级的就是这一条了，这一条是朝这个方向长的，我把它给留下来。这种向内侧生长的，我等会儿尽量的就给它都给去掉了。哎呦，我这小剪刀好像对于很多的枝干有点不好弄，它太粗了，只能先用小剪刀把这些细小的剪一剪了，等会儿换大剪刀剪那些粗壮的吧。把这些多余的细小的先剪掉，等会儿换大剪刀剪这些粗的。哎，这边好多这种小枝，全都给剪掉。我感觉这花椒树的枝子呀，还是要比桃树还有其他那些果树要硬多了，不太好剪。这些等会儿都换大剪刀了，这会儿先拿小剪刀把这棵小树给剪了吧。这小树应该是剪起来比较容易的。这种多余的枝子就不要它了，然后往上，这个和这个重叠，不要它了。再往上，上边还有好多这些重叠的枝子，这个不要了，不要。这有2个向上的，剪掉留1个就行了。哦，像这些大头的小枝全都不要了。这棵我就打算按照主干型去修剪了，现在差不多已经能选出要留的了，留下这条。然后转过来留下这一条，然后旋过来呢，这儿有1条，然后这一条我可以留下来，然后再选1条冲南边的这一条吧，其他的都剪掉了。哎呀，这个不要了。这条也剪下来，我又想了一下，这儿还是有点空间的，我可以把这一条留下来，然后这边的这一条我暂时也先保留。现在是剪的差不多了，我刚才又想了一下，不太想保留这条了，它和这一条离得比较近，而且它的方向和刚才要保留的这个方向，它上边有一个3级枝，这个方向也是有点重叠的，所以我干脆就把这个剪掉了。然后上边呢，原本想保留这条，但是仔细看了看这一条的方向跟其他留的枝更均匀一些，所以这条去掉吧。好，现在一下看起来就清晰多了，有5条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把剩下要保留的枝干给它短截一下，这个头去掉，不要它那么高了。刚才要保留的这一条呢，我也给它截短。
下边这边这一条也是继续给它截短。这条在这儿留个芽点也是剪短，这些小枝就不要了，剪掉。剪掉，剪掉。小花椒树还是好剪多了，现在就差这个分支了，也是给它适当的修剪一下。这个剪掉，这个剪短，这个去除掉，这个也去除掉。现在就剩这么一条延长出来，然后找一个芽点，这个朝斜下的或者是平行的方向给它剪掉。行了，就这样了吧。主干型的留了这样的1、2、3、4、5条向外生长的第2级的主干，然后还有一个继续让它向上长。不过我也不会让它长太高，明年再重新的换头给它矮化。像这种3级枝呢，我觉得它们长的方向特别好，所以我就保留下来了。它们是这种斜向外生长的。这一条呢，刚才想保留，但是它有点太靠下了，我觉得没必要，就给剪掉吧。这边这条枝子还是有点过长了，我觉得还可以再剪短一点。这个也在调整调整，至少让它比刚才留的主枝要低。这个也再短截一点，这个也是。这棵小花椒树现在看起来，我觉得应该是挺完美的了。就这样吧，拿上大剪刀了，喷点酒精消消毒。哎呀，剪这种中等的枝条还可以，但是像剪这样粗的，还有中间的这种的，还是剪不动，还是换上锯子吧。这花椒树太扎手了，哪儿都没法扶。处理起这种大一点的枝子，还是用锯子容易多了。像这个长得太低了，这个不要了。还有这一条，哎呦，哇，真是一不小心就扎手啊！哇，这个空间一下就打开了，中间通透多了。这几条用剪刀剪应该就可以了。还有这种背上直上直下生长的，剪掉。这种多余的很小的枝子剪掉。这条枝和这边也是重叠比较严重，所以把它剪掉了。这种小的不要了。再来看看这个，还是给它去掉吧，跟这边重叠有点严重。背上的这条也是向内侧生长。哎呀，不要了，感觉整体上是差不多了。这条枝呢，还是应该给它剪短一点。找一下，这儿有一个朝这个方向的芽子，位置挺合适的，给它剪掉。从这儿，总是担心被这枝子给扎着。这种也是太长了，剪掉。这一条呢，往下找一个低一点向外侧生长的芽子，就这个吧。这儿乱糟糟的，也稍微修剪一下。这种直上直下的位置不好，剪掉不要了。这样等它新生出芽子，再挑好的方向的留。哇！这些都剪掉，剪点小枝。这些小枝子其实都已经干死掉了，剪掉，剪掉，剪掉。这
上边的好多都是去年没有收的花椒，后来也懒得收了，因为实在是太多了。这儿还有一些。这条直上直下，我觉得位置不太好，不要。这就是最后修剪过后的样子了。这次剪的是比较狠一些，不过整体看起来骨骼脉络还是要清晰多了。转上一圈，稍微看一下再。有些地方呢，还是可以做一些微调的工作呢，不过也没有必要过于吹毛求疵了。明年收获的时候再说吧。这是那棵小的花椒树，看起来是不是也整洁多了？我在想啊，明年这棵小花椒树也结不少果的话，那我这产量就更多了。这么多的花椒收都收不过来。当初种花椒树的时候，没想到花椒的产量会有那么大，一下种了2棵树。现在这棵树长起来了，产量已经是多到我们用不过来了。等到那棵小花椒树也长起来，那以后真的是没法处理这些花椒了。还得好好想想，怎么把那些收获的花椒能给充分的利用起来，不至于浪费啊。